颐和园里面的景色是将全国各地名胜缩纳在这个园内，里面有一个昆明湖，就是仿云南昆明湖造的，其他各处建筑的宏伟精美。里面有一艘大石舫，是用一块大玉石琢成的，一半在水中，一半搁在岸边。只记得石舫附近有一条叫做苏杭街，今苏州街，就是按照苏州的街道筑成，蔚然江南景色。游历三大殿时，先经过午门，即是戏剧中推出午门斩首的地方。午门上面有一个门楼，地方之大，比香港的大会堂要大2、3倍。那时候已改为古物陈列所，里面所陈列的东西成千成万。我只注意到历代度量衡实物陈列室有历代的尺秤锤，周代的尺短得很，不过英尺9寸模样，所以从前所谓昂藏7尺之躯，实际上也不过英尺5尺多一些而已。关于衡量的铜锤，汉代的所谓1两，只和曹秤2钱而已。我又见到一个明代的针灸铜人，也安放在这里。这个铜人做的并不神似。到了三大殿，先在天安门城楼上浏览，向四面一望，觉得帝皇的威仪实在是气概万千。两面有2个华表，又高又大，是用玉石雕成的，所有的栏杆也都是玉石的。这种玉石产自德州，晶莹光亮，其色皎白，在南方没有见过。三大殿之中，太和殿最大，是皇帝临朝的正殿，其大5匹，大约有香港汇丰银行整个地基那么大。皇帝的宝座高高在上，地下放着腰圆形石座，标明1品至9品字样，究竟里面可以容纳多少文武官员，估计不出。宫殿的庄严，我想较之汉宫威仪，魏皇多让。皇帝坐的宝座，参观的人是不准坐的，有穿着灰色制服的警察看管着，我便去和他打交道。警察见我是南方来的，相当客气，又见我和太太手中各拿着一个自动打电的手电筒，他拿来看看，爱不释手。我就说，老乡，这东西你喜欢不喜欢？如果你能让我在宝座上坐一坐，我就把这2个电筒送给你们2位。我说完这话，他俩笑逐颜开地说，那还有什么话说，只是您要等参观的人少时，您坐上去，我们只当不看见就算了。于是我就等游客稀疏时，一跃而登宝座。那座龙椅足足有6尺多宽，一个人坐在上面，觉得大而无当，但高高在上，倒也威灵显赫，却是非凡。从前人说，皇帝的宝座，平常人坐了上去就会头昏。我想到这话，便觉可笑。一会儿那2个警察来了，对着我装模作样地说，快歇下来。为了保护这个宝座的完整无损，在民国时代是不准游客坐上去的。黎元洪做大总统时，见到这个宝座，几乎要做下跪状。只有袁世凯坐过一个短短的时期，他有没有头昏，我就不知道了。这三大殿是轮值开放的，后面批有一个故宫博物院，要购券分3天参观，并且要自备粮食。第1天由东华门进入，第2、第3天由另外2个门进入，最后一定由后花园经过真飞井而出。每天门券收银元1枚，十足可以在里面盘桓1天。故宫博物院内部的一切陈设大体上保持原状，所有3宫6院都辟作展览室。譬如有一室陈列出历朝由各国供奉的各式各样时钟，由铜壶滴漏开始，到鸡啼雀鸣的珐琅钟表为止。
又有一个展览室，专门陈设象牙制品的，桌上放的全是双翼锦盒，一面是五彩的人物画，一面是立体的象牙雕刻，刻的不但人物形貌酷似，还有秋千架、小蝴蝶等，手艺细致，栩栩如生，而且还有会活动的。诸如此类的奇珍异宝，不必细说了。我所注意的是文物部分，如许多经卷是用金粉写在卷本上的，每一个字比刻的还要精致。还有许多专供预览的手抄本，都出于翰林院学士之手，想来他们闲得很。我想每一部书总要成年累月才能抄成一本吧。在太医院故址中，我见到不少医学典籍，手抄本不计其数。原来太医院中藏有宋天圣5年1027王惟一所制的针灸铜人，却杳无踪迹。原来已在八国联军入京时被日本军队掠去，藏在东京上野博物馆。我后来旅游日本，亲眼见到。院中还有一个药库，大的比杭州有名的胡庆余堂还要大，后面也有一个鹿院，但是其中的鹿已不知死在谁手了。我还注意到光绪皇帝大婚的寝宫，地方广大到极，但是阴暗也阴暗到极，白天也要点灯，所以宫灯排列很多，就卫生和空气而论，比了现在的高楼大厦差得多了。至于那一张龙床，简直大而无当，大过寻常的床4倍之多，里面还有衣柜，床旁边还有搁架，上面放着许多内饰用品，马桶和尿壶是江西景德镇进贡的，也是一种特制品，看的人最多。又有一个寝宫，前面配着大玻璃，参观的人只能从玻璃中透视进去，却不能进入。这个寝宫已有西式风味，装了一个极古老的电话，这是宣统、溥仪、皇帝的读书处，一切文物纸张凌乱得很，据说还保持着溥仪在冯玉祥逼宫仓皇出走时的原状。